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2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431，收盘价是430.6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34.51，最低价是在415.4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7269.81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55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快线是下穿了慢线，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2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后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开始下行，一度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但是呢，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呢。股价是得到了支撑，也就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然后呢，股价迅速被拉抬到10日均线值附近呢，又遇到了压力，然后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开盘价的下方或者是附近，那生成了这样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那这样的 K 线我们通常把它也称作叫蜻蜓线。那蜻蜓线的特征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然后呢，上方是留有很短的上影线。那出现这样的蜻蜓线通常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或者是变盘的信号 K 线。但是呢，它要通常就是说这样的 K 线呢，要伴有大的成交量，我们才能够把它称作叫变盘的信号 K 线，或者说是止跌或者是止涨的 K 线。而这根蜻蜓线呢，呈现的是大幅的量缩，所以我们把它只能称作是一根休息的 K 线。那既然是休息的 K 线，那日后由于股价现在是在反弹中，那日后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目前股价的收盘价是又回到了430上方。那日后股价如果高开高走，站上它的最高，或者同时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呢。我们认为会去测试上方的488。那么我们依然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的一个推断。我们之前是在12月13日这个地方给出的一个推断，就是股价呢上涨到480这个地方会遇到压力，然后呢出现回档，股价不跌破430，然后呢再上涨，如果能够站上488。或者是回到480上方，那么股价将会继续这一波涨幅。那这一波涨幅呢，将会到达655。那这是我们对之前推断的一个回顾。其实呢，我们说在前一个交易日股价跌破了430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推断，我们是被动摇了。因此，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预测都是下行或者说是横盘。那么目前股价呢，在12月23日又回到了430上方。并且呢，下方我们会看到这个支撑
碰巧也是在1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415附近，420、415附近，在这个地方啊，连续我们会看到是3个交易日遇到了支撑，对。所以呢，如果日后能够高开高走，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我们的这个推断呢，仍然是成立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回顾之前的对股价走势的一个预测。那好了，目前那股价现在是在反弹中，股价在现在这个位置有没有继续回档的走势？如果继续回档，我们认为股价日后如果跌破了415，也就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测试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如果被跌破，我们指的是收盘价，那么这个多头趋势呢，将会部分瓦解，也就是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测试327这个位置。对，所以呢，股价目前下行的2个标志位，一个是415，另外一个是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12月24日将会到达400关口。那正好呢，400关口也是一个整数关口，所以我们认为20日均线值将是一个强支撑。好，如果我们认为多头力量想要继续叫做保住目前的这一波上涨的这个走势，那多头一定不会让股价跌破20日均线值的，对。除非是出现深度的回档，然后呢，在不跌破327，在不跌破这个位置前提下，深度回档，然后再有多头力量进入，再启动一波新的上涨，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如果是出现这样一个走势呢，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股价是很容易去在300到400之间进行横盘，或者说是对于近1-2个月的交易日会在300到400之间去这个运行。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 K 线信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是在420附近。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继续下行，收盘价会在405附近。而实际在12月23日收盘价是在430.60，股价是出现了反弹。那我们预测的2个可能呢，和实际的发生是完全不同的。好，那目前股价是出现了反弹，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对于12月2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仍然设在480。这是我们之前给出的推断，就是股价在这个位置会遇到压力而出现回档。那么目前股价现在叫回后出现了反弹，还没有出现上涨。如果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那么480就是目前股价的第一个目标。当然，这个488同样也是第一个目标，也就是要再次出现新高，出现头高，继续目前的一个上涨的走势。好，那么在到达480之前，目前压力位除了5日均线值以外，还有一个就是450这个整数关口将是一个强压力，也是重要的标志位。好，那么如果第一个目标实现之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再次出现新高，我们给出的是整数关口500。然后呢，继续向上呢，是依据我们的推断来说的，还有一个就是655。
好，这是我们说的上行。我们再来看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27，在到达它之前，415和400关口，也就是20日均线值将是强支撑。第一个目标如果被跌破之后，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09，是在这个位置。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239。好，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2月24日开盘之后的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面这根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417。那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股价会收高。实际在当日呢，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到了12月24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在435附近。我们认为在12月24日盘中，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才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甚至是可以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的。但是如果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横盘向下，对，至少会出现横盘向下。好，这是我们说的观察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仍然有一个60%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359附近，是在这个位置。那之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20日均线值。那到了12月23日，股价虽然是出现了反弹，但是呢，股价的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关键的标志位，也就是5日均线值。同时呢，当日的成交量也是量缩，是大幅的量缩，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虽然我们刚刚判断在这个地方如果得到支撑，那股价在上涨呢，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一根齐涨的 K 线，但是对于在技术上它是不具备加仓条件的。好，那么这个仓位到了12月24日，我们仍然给出止损位，守20日均线值，将会到达401这个位置。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401，那么这个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虽然这个仓位我们是盈利的，但是我们跌破20日均线值，我们仍然把它称为是止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12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高范围是从432一直到439，是在这个区域，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是450整数关口，第三个压力位是480到488.54。好，这是我们说的3个压力位，当然上方还有500关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在415附近。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394到401之间，是在这个区域。然后第三个支撑我们给出的是350整数关口，在这个位置。然后第四个支撑呢就是32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2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这两个预测是并列的，它取决于股价在盘中的走势。我们先来说下行，如果出现下行，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31，在这个地方。下方最低会到达410，对，然后
收盘价会收在427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如果在盘中股价最低到达了406，那么收盘价我们认为会收在410附近，在这个位置。好，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3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那我们再来看上行，如果是上行，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34，上方最高会到达450，收盘价会收在440附近，在这个位置。也就是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但是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465，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460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3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继续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2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